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们都知道，在这半年之内，中国在国际上是受了大重伤，他的盟友是一个一个被端掉，甚至他的油也一个个被处理掉，他完全没有油了。但是现在，中国网友都在疯狂讨论一个人，叫做李嘉诚，因为李嘉诚竟然在这一次的中东危面，他全身而退，而且他还靠着他的石油赚得盆满钵满，他石油竟然可以一天生产100万桶，好多网友都说你太棒了。那为什么今天李嘉诚的这种赞美文章会突然出来呢？因为现在对于中国人的心理是什么？我看着李嘉诚，我写着李嘉诚的文章，我是在讽刺你习近平。你习近平，你从头到尾你一点投资的眼光都没有。那我们说，你投资难免有赚有赔，你赔了那你就认。但现在中国习近平最可怕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打死不认。我们过去有讲过，雄安新区跟鬼城一样，根本没有人住。结果最近习近平走访了雄安新区，他跟大家讲，他说我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松哥，今天我们就讲，今天为什么李嘉诚这文章是会出来？你相比起来，习近平，你真的是投什么？你就赔什么的？没错，最近呢，在中国流行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叫你看打了半天，油门在李嘉诚脚下，他又赢了。好，那你照理说他在捧李嘉诚，对不对？但是照我跟他讲，他事实上是借着捧李嘉诚呢，在说另外一个人，你真的不行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其实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看，要知道，在新能源才是市场上的宠儿，石油早是被过去替代。然后光伏、风电等这个新能源的潮流中，虽然有些国家今后只让电动车上路，但他仍然坚持布局传统石油。对，你看谁热衷这个新能源啊？不就是中国吗？中国尤其习近平在这样，所以你看，还有这个所要捧这个电动车，你看他坚持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看，然后面对这样的老狐狸，喊不要让李嘉诚跑了，哪怕是设下重重关卡，恐怕都没什么用。谁当初说不要让李嘉诚跑啦？不就是中国官方吗？他不是跑了，对。然后他说，在巴拿马的事件上面来说，各种报复手段都弄到了，该有的这个。该有关部门的面子里子什么都丢了差不多啦，但是还那句话，他的研究团队要秒杀多少其他国家的外刀天呢？就是指了李嘉诚，然后还有他说那些所谓翻白眼、两手插兜的，你看就是不就在指当刘劲松？对啊，在见这个日本的外交官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吗？就是他两手插在兜里的。那他这样，他讲刘劲松，其实背后在讲谁啊？当然在讲习近平嘛，那时候汪一下，要是能够把国有资产都交到李嘉诚的手上，这个国家不知道会赚成什么样子啊！而且他说什么，你连李嘉诚的背你都没办法摸到。这个对比，你看这几天的时候，习近平到雄安新区去了。雄安新区去的时候，你看为什么他要去雄安新区呢？因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雄安新区目前为止发展的不好嘛，没有人住，这个没有人想去。对，它就是一个泡泡说是可能烂尾城这样一个状况，就你看他去了，然后他去了这样，你看他还故意说什么？党中央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你看，他还要说完全正确，那人家才说嘛，你根本就是根本就是踩到这个坑嘛。而且问题是，他为什么会讲这一句话？表示说有人质疑他。没错。我跟你讲，各位，我是对的，你们是错的。对，那你看，这让当局让这个相关的人士就说，你看，如果真的交到他李嘉诚手上多好。你看，习近平不会停损，越投越多，越投越多啊！现在显然会陷入非常大麻烦。好，那他讲这个故事，你看他用这个李嘉诚的文章在对比。我们不能说完全对比这个习近平，但是至少是对比中国当局现在的状况嘛，对不对？好，那你看，尤其是我们过去半年的时间，我觉得等于是习近平可以说是相当的背。对，为什么很背？你看过去半年里面来说的话，委内瑞拉他不见了，盟友没有了，接下来呢，伊朗现在也是这个准备要挂掉了。古巴也挂了，好，他所有“一带一路”的几乎都完全挂了。另外一段时间来说他过去压什么中药，现在中国在打这个中药打假那压这个军工，那军工很多都已经被他完全端掉。军工伊朗跟委内瑞拉根本没有用。对，第一个他火箭军、核弹都被他摸透之外，他现在所有外销的东西，人家都想给他退货。对，另外一个新能源误判，你看。相对于这个李嘉诚，对，李嘉诚一直买石油，现在证明谁是对？李嘉诚是对，所以来说，你用李嘉诚来对比习近平来说，我觉得这个意味非常明确。当然，用李嘉诚来对当局说，我实在不满意你的表现呐。而且钟哥，我们过去讲，那个所谓的巴菲特，他就是跟着川普走，他也是压石油。是，这也是为什么李嘉诚他会被直接拿出来，他也是压石油。他压石油说，他在这次中东危机里面，他根本没有受伤，他真的是赚得盆满钵满，他很有自信的。对，为什么这样说？你看这一次的这个人家问到说，这个长和集团就是
李嘉诚的儿子李泽钜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有这个中东战事影响啊，会不会受到影响？”他说：“我们根本不会。”他说：“我们有石油公司，大家才知道说哦，对他有石油公司。”他说：“旗下石油的日产已经趋近100万大关，100万桶，比很多国家的日产都还要更高。”他就说呢，目前为止来说，他们公司来说哈，他们的这个产油国名列前40名，就是如果是个国家的话，你看还超越英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的总和啊。所以到事实上，100万桶很多那你想说，那什么时候去投资？事实上，我跟他讲，他很久很久以前，他去投资了加拿大叫 Cenovus 的是希诺沃斯石油。那希诺沃斯石油它本身就是加拿大第2大能源、第2大石油产量。就他去年又并了一个这个 MEG 的这个 Energy， 所以等于他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大，所以他就产到100万桶。那产到100万桶的时候，照我们就讲。事实上，这个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说，其实油气本来是这个就它默默赚，但是呢，最近为什么大家会弹出来提出来？因为最近油价涨太多了，而且他超级聪明的，他不是把这些钱拿去中东那里，是他跑去加拿大那边，他避开了地缘政治那种风险哦。对，结果果然。赚翻了。对，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传言，就是说他拿的是这个加拿大的护照嘛，所以他等于是在加拿大买这么多东西，哈，这都是传言。不过你可见他眼光相当精准。好，那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他说，因为你看去年的这个和黄，就是长和，就是他整个集团，他的这个获利呢其实是跌的哈。但是呢，你就说我们要派息要增加，派息要增加。你看派息来说的话，这个。末期就是季末要升5.8%，全年的这个股息要增加5%，也就是说我去年获利是下降哦，但是我为了让股东感觉到说，我们今年业绩很好，我分配息还增加，所以说表示他对今年的业绩相当有把握嘛。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啊，你看，那人家就问说，那请问呢，你们这个荷姆斯海峡被封锁化，因为我们知道长和集团有很多跟这个港口有相关，货柜相关，所以会不会有影响？他没有，因为我们啊，他说对我们影响不大，因为当航运业者受到长期间中断的时候，往往会推动仓储的需求，他们有很多仓储，反而会令这方面的业绩蒸蒸日上，有利于港口业务。所以你看，你说你要货柜，我有货柜，对啊，你说你要仓储，我有仓储，所以等于什么他都赚，我反而赚钱，所以他根本就不怕什么你荷姆斯海峡封锁，我根本没得惊。所以你看他的布局既深且长。另外一件事是什么？最近中国也在谈论的这个哈，你看，这是大概说这个最近的一段时间，他说这个最近呢被这个炒高的中医药，然后还和药股价暴跌，和药股价就是和黄医药哈，对，他说这个钱跑了，然后这个名声也保住，而且他的标题是什么？又让李嘉诚逃脱了。对，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之前的时候，李嘉诚有投资和黄这家公司，对，就他把它卖掉。他什么时候卖掉？他是在去年的1月的时候把它卖掉。他把它卖掉所有45%的股份，然后净赚45亿人民币，对，然后折合新台币是201亿。事实上他为什么会看好中药？他很早就看好中药。他1999年的时候，对，当时还要联合一个郑裕彤已经过世的，他们要出资400亿，在香港建一个中药港。你看2000年左右就这样讲。然后2001年的时候，他就成立这个首家的这个中药公司，叫做上海和黄。然后他持有45%的股份，然后他要推动所谓的中药的这个所谓国际化。然后他为什么这时候撤呢？他闻到了什么先机呢？因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中药梦要醒啦。为什么中药梦要醒呢？因为习近平开始在推广中药啦。对，那习近平他其实就很喜欢中药嘛。你看，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2025年，你看。总书记关切的是，你看中药的这个瑰宝绽放之时代之光，然后中医药继承发展的新故事。对。然后2025年的3月的时候，你看他们就爆发这样一个事件，然后你看这个药业不断的爆发造假，他才说好，就没多久就爆发一些造假然后退市的一个事情。而且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当习近平爱中药的时候，对，发布了这么多2025发一大堆的时候。他对着做，出了。我2025，我坚持了20年的中医的产业，我就退出了。对，果然2026就出爆发式。我只要跟你顺着做，我中医惨了。我跟你对着做，我躲过了，我赚翻了。没错，那个当时还有一个法案哦，这个法案来说禁止以任何方式或行为污蔑、诋毁中医药哦，违者会构成犯罪哦。你看。还会背上刑事责任，你就知道说，习近平爱中药爱成这个程度，爱惨了。那你看，就这个所谓李嘉诚就知道说，他那习尊该酸了。他老大这么看好的时候，我就该跑了哈。那你要事实上在之前的时候，不是我们要 COVID-19 的时候，他也把这个肺炎的这个1号药方，还列如说，我们中国要输到海外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草药的配方，
你看还送到这个外面去。那时候不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记不记得当时在 COVID-19 中国不是很多什么吃什么胶囊的，是中国的中药胶囊一大堆，就是这样啊。当时在推啊，就好推了过去之后，他就说，那个李嘉诚闻到味道不太一样，应该是要泡沫的时候就赶快跑了，太厉害了。对，所以我就跟你讲，事实上他就是厉害，他可能很会观风向。好，那除了这个当时的中药也跑了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我们不是说嘛，雄安新村现在，我们不知道已经讲多久这个事情了。赵，你记不记得雄安新村？我们节目常常讲，从这个几年前一直讲到现在，你觉得发展有比较好吗？没有啊，对啊，根本跟鬼城一样，每次看到那画面都空空荡荡的。对，所以他要证明说我的政策是对的。所以你看他就这样，两会之后，他马上就跑到这个地方啦。他首次在地方上，他很久没有离开北京市了。北京市，他跑到雄安新村，雄安新村事实上也离北京市很近啊。他跑到这个地方，然后你看他就说什么？这个我们发表重要的讲话，这样哈，他就说，经过各方努力，雄安新区建设还有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对，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什么阶段性成果哈，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对，你张二不要说不正确，对，各方面都是扎实有效的。所以他就说是有效的，好，他就这样讲。然后你看，而且他讲很多，他说决策是对的之后，要加强党的领导。党的贯穿，对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都是党说的算，听我的就对了。对，那我们看哦，他这一次去，为什么这一次要去看？你看，2023年他就去了，他就说我们要推高质量的发展。然后2019年的这个再往前推，他当时说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对不对？然后2017年的时候，他就说第一个雄安新村就这样子开始统计，开始发展。所以呢，他们就开始，那都是正确的，一开始都是正确的哦。然后又开始要千年大计哦，然后就是又是正确的哦。你看每一次都是正确，完全正确。因为他认为说，我是党中央啊，我照理说应该怎么，我要推，一定推得成功啊。所以好，那你看雄安新区每一年呢，保持2000亿人民币的投资哦，大概折合现在币是9300亿哦。你可以看到9300亿这些东西，然后累积的这个完全投资工作已经超过1兆人民币哦，1兆人民币折合现在币是4.7兆哦。对，然后他们就跟你说，我们这边建得很好啊，你看有什么16.9万的人已经回来啦，然后这个住房有6.2万套啊，然后中小学有105套，讲了很多啦。我想他这次就来这边巡视这些东西哦，讲的这个统计数字都很好哈，就没错，他就说你看。谁说雄安区没有发展？你看北京市中的这个雄安校区来说，你看他们现在有380几个人，他们欢迎我啊，欢迎习爷爷，你好，党中央，我们这样你看那边开拍手，那300多个哪有？中学生这么多？对啊，你看是不是看呆了？对，你是不是还敢再说这个没有发展？不是嘛，是这样子嘛哈。然后另外一个，他还去一个叫做中国华能集团的公司啊，都我们哪有没有公司啊？明明就有啊。他现在已经有1000多名员工来到这个地方啊，你看哇，浩浩荡荡哦，拍手这个赞赏这个习老大来了这样的状况啊。然后说你看我们有非常多学校啊，还有大学都来了。你看北京的这个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还有北京林业大学等等，全部都来啦。我觉得习近平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也觉得非常好啊。对啊，我去哪里人都非常多啊。我公司都已经盖好了，我学校我也盖好了，学生我也全都找来了。对，大学都好了。所以我雄安新区我做得很好啊。对啊，很好啊。然后外面然后说这样，然后说不好，到底是谁说不好？他也觉得很奇怪。对，好，可是问题是，我们就讲真实的状况。这是后来离这个习近平没有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都很多人，没来的时候你看没来就是这样，没人。这是雄安新区的马路，一个人也没有。你看这哪里有人，对不对？然后你去问这个日本的媒体的，他们就来访问，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媒体喜欢做这种 local 的。你看这是雄安新区，没有人啊。好，然后问你看，看起来的话真的是非常漂亮，国千年之大计，你看建设的真的好。很棒，可是问题是没人，好，那就问这当地要迁过来的大学生，他说，我们要这个要过来，从天津过来，他说高铁2个小时才能到达，比天津还要远啊，对不对？然后会不会想去？他说肯定不想去，根本不想去。对，所以北京的大学就根本不想要来到这个地方。好，那另外一个，你要说不是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不是有1000多个员工都来了吗？但是你看，除了那一个地方之外，大部分的办公室都是没人。那这是日本媒体做了，你看有日文在这边啊。他说，你看到建筑物内部里面来说，根本就空空荡荡，都没有任何人。另外一个，你看雄安新区，你看原本有麦当劳，生意也是门可罗雀，根本就没有人嘛。照理说，你看在台湾盖个麦当劳，一定很多人嘛。对，好，那你看他们还说，为了要这个造景，
我们不只是要完整的这个工业区生活空间，我们要有非常漂亮的中式的这个建筑这样一个状况。结果你看到空拍，对，哪里有人？对，只有1、2辆车。我刚勉强看到一台车。他投资了大概1.8亿人民币哦，就没想到下去之后，1.8亿台币，就下去之后，知道你看东博郎，假日没人，平日也没人，反正就是没有人养蚊子。不是，那前面这么多人的。当然都在骗习近平吗？当然是演的嘛，就是说，所以我才说，或许习近平真的他一直觉得说没有问题啊，我去看都是很多人啊，哪来这样？所以才说搞不好是上下交相贼骗了习近平。但是无论怎么样啊，反正他也不可能停损啊，这个雄安基金只能够一直往前盖，但一直往前盖的时候，只是让它变成规模越来越大、失控的烂尾城。国文哥，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概念，就是为什么李嘉诚不跟习近平一起走？死得非常非常惨。我们刚刚也看到一件事情，什么叫那如果你今天是顺着习近平走，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到这个人叫做陈鸿天，他陈鸿天之前怎么讲？他说李嘉诚小咖啦，身价多少？长和系2000亿元而已，对我们来讲没多厉害。结果这个人他是跟着习主席一路走到底的人，现在怎么样？他垮了，他落幕了，他没有了。所以李嘉诚又赢了，大家要把这个新闻也拿出来看。这是中国内地跟香港一直在讨论问题，是李嘉诚又赢了。他曾经骂过李嘉诚说不算什么陈鸿天，他的房地产被拍卖了，山顶豪宅曾经是世界上所谓的单尺，他们用尺来算的最贵的豪宅，竟然已经被估了，就是被拍卖了。所以他们乐意的是什么？李嘉诚当初为什么会被陈鸿天骂？对他笑，是因为李嘉诚在胡温时代、江湖时代，他其实是发展的非常好。可是到了习近平时代的时候，在强调什么制度化啦、强化国际啊、举国体制的时候，李嘉诚就发现一件事情，怪了，法治跟制度可能会出问题，外资跟港商相信法律这件事不存在，一国两制可能是个问题，50年不变也是大问题，所以他就把房地产大量卖掉了。他选择什么？把这些钱去投资什么？法治基础更成熟、契约精神更稳固的西方市场。对，所以李嘉诚又赢了，陈鸿天垮了。是一个价值的选择，是一种对制度不信任的投票。对，当然李嘉诚都没说，可是中国媒体都把它拿出来讲了。所以李嘉诚当初退场的时候，他说他是爱国商人，陈鸿天就大量的买一大堆豪宅。2015年到2016年，在香港买了一大堆豪宅，然后山顶豪宅就是现在拍卖这个，曾经一平1尺是22.8万港币刷新全世界最贵的地方，就是个山顶豪宅，那个单尺22万。好，那结果他就开始一路高歌猛进，一路挺中共啊，去因为全力的捧习近平的大湾区的计划，所以他就评价李嘉诚啊，他也长和系列，不过市值才2000亿港币，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一大堆不下20家，因为他怎样吗？他加入统战，他还说什么李嘉诚没多厉害啦，对，别捧太高啦，对，没错。结果那时候他还加入深圳统战部，这个其实就是整个什么大湾区的俱乐部，其实就是统战部，包括马化腾啊，当然马化腾就是腾讯嘛，所以市值当然一度是超越李嘉诚的。可是其实都是怎样？他们相信的叫做什么政商关系跟所谓的独裁制度，结果就出问题了。到了2018年的时候，你投了这么多房地产，材料是什么？大湾区的坑跟房地产泡沫嘛。我们看到大湾区有些房地产跌6成、跌3成、跌6成，跌了一屁股嘛，跌到都骨折了。结果到2019年，它开始财务出问题了，然后这个深圳的同心会就是那个统战组织开始欠税不缴嘛，最后都是他的房地产都变成银主盘，就银主盘就是我们的法拍屋啊，香港或深圳的用法就是你全部都被银行或金融机构给没收了。他相信举国体制，相信用独裁的方式能够把经济搞起来。所以你刚刚特别讲，为什么陈鸿天他会直接掉下来？因为他相信人，就人带他走到了谷底就没了。但是李嘉诚，你说他为什么可以往上？就是这2个字。法治，他相信的就是法治，所以我们就来看李嘉诚他的长子李泽钜是怎么说的？为什么他们大举投资英国的钱会赚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他这样长线他敢拿这么多钱去投资？他讲了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是英国会尊重合约精神，第二个他拥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再来是
能够保障投资安全跟国家的地区的项目，再来是有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只要这样的有守契约、有法治跟保安全的市场，你投再多钱，你知道时间能够穿越所谓的不景气、战争跟动乱，它终究是会赚大钱的。所以这后面的核心就是什么？你要相信的是制度跟体制的好坏，而不是要相信个人，相信那种独裁。可是李嘉诚相信了什么？法治精神。雨伞革命的时候，他发现不妙了，他就把所有的清走。清走会说李嘉诚赢在哪里？他曾经也很艰难啊，他一投资哈士奇或者是赫斯基啦，他以前真的叫哈士奇人员，就加拿大油砂，那是一种很黏的石油，里面是像我们沥青一样，那必须用水针去清它，所以一开始其实还蛮辛苦的。那他一路怎样？他相信的是所谓的长期投资制度必胜。法治跟企业精神是必胜的，所以2020年，你知道哈士奇曾经多惨，你知道吗？一度从10块跌到3.17块，市值蒸发71%，别人都吓得屁滚尿流了。陈鸿天也是那时候在笑他嘛，对，你看嘛，投资不是失败吗？可是李嘉诚照样干什么事情嘛？他从中国大陆撤走大量的资产之后嘛，开始加码英国，加码加拿大，那时候是什么法治跟自由制度的国家。甚至哈士奇跟 Channelforce， 他还把它合并。那李氏家族其实是最大股东哦，他在最为难的时候，我一样用钱去把它挺他，甚至还收购了 MEG 这个能源公司，79亿加元，也是很多钱。那时候油价跌到60一桶，结果现在证明一件事情是什么？你长期投资，为什么李嘉诚厉害？他眼光是独到的，长期投资这些资产。终究会值钱的，所以他哪有那么准？2025年11月才刚收购完，买完仅半年，伊朗的跟美国的战争就开打，就他就赚钱了。对，这个叫做长期投资，总是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状况。所以现在它的旗下的石油产量是1天100万桶，相当于一个中小型的产油国。如果现在$100来算的话，一天就是1亿了。如果油继续飙上去的话，一天400亿美金，1年400亿美金的收入不是梦多可怕！这个创造营收好，还没有算这个，你知道吗？2月份的时候，李嘉诚做了一件事情，他把当初雨伞革命之后撤出香港的钱，去买了英国的电信公司。你知道他把它处理掉了。2月总共16年，当然长达16年时间，他总共账面上赚了2倍，累积拿回来股利还有460亿的股利哦，总共卖了1100亿港币，赚报酬率哦，整个报酬率下起来6倍，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相信制度，相信法治跟契约精神，长期投资下来就是对了。那陈鸿天就这样一路往下做到底，跟对人就是会发大财嘛。所以李嘉诚现在在做什么？他还是相信哦。所以我们不要看说，巴拿马现在川普逼巴拿马政府把所谓的他的运河的管理权、港口公司给收回去嘛。结果他在昨天就公告出来了。打官司嘛，所以在法治精神的状况之下，我还是要跟你继续索赔。虽然我知道我终有一天可能会被怎么样，川普还把它没收嘛，因为川普知道巴拿马运河是美国的命脉嘛。不过他也很聪明，我现在一路上打官司，所以金额已经超过20亿美金了。你要收回我的管理公司啊，这个管理公司你还是要赔我钱嘛，因为长线下来这笔钱到时候如果我们看到数字赔出来的时候，就知道。会赚大钱嘛？因为这是一个保障所谓的个人财产跟个人价值的地方，法治跟契约精神的地方。纪平哥，我们刚刚看到，如果跟着习近平投资，这是一条路；没有跟着习近平投资，这是另外一条路，差太多了。要么是成功，要么是破产。但真的是这样吗？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真的在习近平在做决策的时候。真的有到这么笨吗？你今天看到一件事情哦，是中国的地方的官员，难道都一起集体在骗习近平吗？你看到中国已建成世界领先的国家水网，它里面有讲，农村是中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他说自来水的普及率达到96%，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叫亿元村，它卖农产可以赚亿的这个村子，现在竟然说什么水根本没有好水可以喝，大家竟然在喝猪粪水，
没错，你除了要防欺上瞒下，还要防官员做表面功夫，只是一个面子工程而已。你刚刚讲的这个水源覆盖率说达96%，问题是在重庆长江南岸，就长江边上的这一个重庆的永乐镇，奉节县永乐镇的大坝村啊，它号称生产的这个重庆的几成就是很特殊了，就是一村一品，有特殊的这个农产品。年产量可以到24000多吨，然后呢，可以这个造成他们整个村子啊都可以营收达1亿8000多万元。对，可是呢，你知道他们的这个几成的村民啊，完全几乎都用不到干净自来的这个水源。我刚刚特别强调，在长江的边上哦，但是你看到水利工程有多令人觉得不是掉漆，是掉眼泪。你看到这些管线几乎都断了，在通水之后呢，完全不能用。这是一个官员哦。奉节县水利局一名李姓科长说，大坝村集中供水覆盖率基本达100%，但是你来看哦，这个是表面的现象，对，真的有水用吗？有干净的什么？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哦，当时人民网还有这种相关的这种画面，你可以看到3月19号的时候还说什么，这叫致富国，就没有讲的就是这个几成，结果没有想到，你可以看到人民网3月24号的时候，他说议员村引水的背后，等于这种连这种人民网这种官媒。都被骗假的，人民网就马上发引水难。为什么引水困难？满坑满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致富果，几成这个像水果又怎么样呢？你去看记者去访查的时候，跑到他们的这个水源呐，看了实在觉得恶心。你去看画面上那些水都黑乌漆嘛黑的，像背水沟一样。然后你拿一个东西容器去装着，里面都是黄黄的，感觉像是笨水一样。说笨水也不为过，因为村民有讲哦。天啊，他还用手摸起来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说啊，这个之前水质还好，后来上游这个有人养猪，那不久之后，那个猪粪的一些这个漂流物啊，就飘到了这个中下游来，以至于他们在取这些水呢，全部都是肮脏污浊不堪的，像水沟一样的这个水。那记者就有问村民，当初你们不是有新建了大概至少13个这样的一个水利工程吗？什么天鹅池啦，龙洞湾啊？说对啊。来做了水利工程之后，官员也叫他们每一户啊家里装200块，花200块装那个水管。对，水管你装了，可是官员来拍完照之后就走了，水开了一下就关起来了，那根本有通跟没通一样啊！所以那些全都是假的。所以呢，这一些工程你看到没有？这个还是其中一个。那甚至就网络上就有讲说，呼叫中央巡视组叫他们来看，这个是其中一个抽水棒哦。对，抽水棒都已经锈迹斑斑了。你看，然后甚至管线都被切断了，这个管跟这个管根本不能连在一起啊。所以他当初盖完之后，过来巡查之后，把业绩做完之后，剪彩完之后人走了，然后水管就没用了，水也没通水，然后就废了，就报废了。结果这个村子里面只能喝粪水。那你现在当时你看他们还告诉大家有什么工程啊，什么3个责任，全部都在吹嘘。然后你甚至去看啊，有些的这个灌溉工程，不只是饮用水工程，根本没办法，没有这个正常干净的水源饮用水。那甚至连一些农作物的灌溉工程啊，它的这个管道也被破坏。对，还有蓄水池，你看全部都是这个蜘蛛网。那这有多久尘封多久之下去啊？然后这一些建成的，不管是引水工程啊，还有是灌溉工程，水管都被锯断了，全部都锯断了哦。那曾经后来隔1-2年，大概前年去年的时候，有官员想到了，要再去看。突然那个当地的政府说，好，赶快把那个切断的水管再装回去。对，装回去之后干嘛？给官员看，给上层的官员看啊。不是，我这样听你讲完之后，就觉得太讽刺了。你看到这一张。当初是什么？人家是有资料、有名目在的。对，譬如说我的第一项花了2.1万，第二项花了8.7万，然后11万、220万、230，加起来多少？是总投资850万。它都是满满的钱，真的是有人呢。你看到设计覆盖人口约4000人，有8处，结果都是假的。那你钱花到了哪里？那为什么说他被 A 走了吗？水管会断了呢？为什么后来长官要再去视察的时候，再把水管装回去？那你能不能直接试试看？不是只有试那5分钟，不到1个小时，然后水开了之后没多久，等官员走了，上级长官离开了之后，水就关掉了，不能正常的这样子一直通水下去吗？所以村民真的是欲哭无泪。不只是这样，在江苏南通也是种假树。夸张的是那个种假树啊，你看那个树根拿起来就像一只树枝啊，你根本是无根的。你看到这个画面上，
村民拿起来给记者拍，结果你看到那无根树，这是不是像一根树枝？对，好像要劈下来，要砍柴，要去烧柴一样。那哪里像真的正常的植树啊？你看这哪像？还有假树的，所以还有假树。那这一票的这个在南通发生的这个假树，被当地民众爆料之后呢，隔天警察竟然出动了。不是去抓哪些官员在种假树，而是去抓那个爆料的民众，还追到人家的这个屋顶上，追爆料的民众去抓他。所以这一下的这个问题，跟大家说，当时官方他们说啊，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种树啊，森林覆盖面积达到36亿亩啊，然后这个覆盖率是达到25%啊。中国人种树太硬核了，所以这些假树都是为了这个太硬核。后来官方立刻通报说是村民的问题，跟官方无关。问题是你去把当时他们种的一排树全部都拔起来，都是无根的树，那这不就是表面功夫吗？所以刚刚才讲说，欺上瞒下，不是只有在官员做这些事情骗习近平而已，底下的人甚至可能对这些刚刚讲的水利工程、饮水工程，他的钱 A 到哪里去？为什么水管的水不会通？为什么植树一般的这个你要绿化种的树，你甚至下面都是无根，一拔起来就像一根木棍一样？这些东西也难怪民众看不下去，纷纷爆料之后，媒体一报，你竟然去抓民众，而不是去抓当时贪污的这些官员。田老师，我们到这边还看不懂一件事情，为什么习近平会说我的雄安新区没有错啊，是正确的啊？我去那边人真的非常多啊，结果怎么样？他或许是真的就被骗。而且你形容一件事情，现在的习近平就跟过去什么道光皇帝一样，这道光是怎么样？他是被人家欺上瞒下的。对，习近平啊，雄安新区哦，他竟然会讲出他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对，没有错嘛，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呢，真正落实下去做的这事情来讲，都是你们官员的事情。但是问题来了，他只要一去，怎么这么多人就在那边，好像看起来很繁荣，都在挥手啊，招手啊，就是看起来就是欣欣向荣嘛。对，代表说他都认为说我的决策就是正确的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外面还有那么多传言说这个雄安新区是失败的，雄安新区是一个没有这个文资管或是怎么样之类的计划？所以显然中国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跟满清末年的时候的事情，这大同小异对，我们知道说这个道光皇帝那时候是一个关键点，什么关键点呢？当时发生所谓的禁烟，禁烟完之后发生这个鸦片战争，有没有？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那时候的道光皇帝道光他不是一个昏君，你知道吗？算是一个蛮勤奋的皇帝对，那他的这个武功或是什么东西都还不错，但问题来了，他底下的官员欺上瞒下。也就是说，我们讲中国常常现在讲丧事当作喜事来办，对不对？对。然后那时候道光呢，明明在第一线的大将军义山呢，竟然打了败仗，还可以跟道光皇帝讲说我们是打了胜仗。你知道义山是怎么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奏折呈上去的吗？在广州城整个被英国占领了，你知道吗？结果义山竟然回过头来讲的话，他是用6000万元。6000万的那个所谓的银两对，去跟那个英国谈完之后，英国把广州城还给义山，但是他在上奏折的时候写说，清军完胜就是说完败这个英国英军举白旗起合集成焚毁英国大兵船2艘，大舢板船4艘小舢板船计10余艘，英军溺毙不计其数。但是呢，实际上是什么东西？是中国的水师死了很多人，英国来讲的话没10几个人。然后呢，英国把那个所谓的6000万这个部分呢，那上奏之后呢，道光皇帝很开心嘛。道光皇帝还说那这样子好了，6000万呢就干脆还给他们好了，还给英国好了，因为他本来是什么东西，就是用6000万去买英国，对不对？对。然后呢，买英国的，希望把广州城还给他。但是他上奏折的时候是说，英国有先拿了这个所谓的6000万给我，对。然后这个道光皇帝开心了，就把这6000万说那就给他们，还给他们好了，我们也不要那个钱。这样子他不是拿钱出去吗？刚好欺瞒皇帝嘛，事实上钱也都出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就代表说太会骗了吧？对，被骗了。那后来呢？英国继续打，因为他不答应一些条件之后呢，英国继续打到厦门的时候，道光皇帝才恍然大悟说原来义山骗了我，你知道吗？那同时间那时候因为广州城这个他说收回来的时候，竟然义山
还提拔了554个官员，你知道吗？让道光皇帝来封赏他们。对，也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他就算是欺上瞒下就算了，还趁这个机会来讲的话，把自己的子弟兵，然后要叫皇上来封赏。这有没有像习近平说，我这个系统的，然后我基本上我升官的，比如说何卫东好了，比如说苗华好了，我进到军委会之后，是不是整个军委会底下为什么那么多人被查？全部都升上来了，好几百个将军被查呢？那为什么呢？是自己的子弟兵嘛，整个就封赏嘛，对不对？看到习近平他的奏折上面写的都是什么？雄安西区很好，他写的奏折都是中国经济好棒棒，这种写的奏折都是中国解放军英明神武等等之类的，武器增强，对，然后可以跟美国一较高下之类的，我们的飞弹可以打到美国去了。他看到的奏折是不是都这些东西？所以当然他会做错误的决策啊！他以为说他可以跟川普一拼，他可以跟美国一拼，但是到最后的结果呢？结果看到美国开始收着他的，把他的党羽全部切掉，委内瑞拉、伊朗等等之类的。他现在发现到啊，原来是他不是赢马了，是他输马了啊！所以这是代表说，习近平的决策不就是跟过往的一样吗？这些中国官员就是欺上瞒下，然后隐蔽事实，这种情况其实最不可怕的是贪污啦，最可怕的就是所谓的错误的决策。对，因为错误的决策，苛政猛于虎来讲的话，那个错误的决策更糟糕，会使得国家趋向于灭亡。中国人另外一个弱点就是什么？他爱面子，他扯不下脸，因为他没办法自己承认自己决策错误的情况之下，他最后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之前习近平有提到有没有？他跟那个谁，跟那个泰国总理乱讲啊，泰国说，你们那个足球赢我们啊，结果习近平讲说什么东西？他说他不太敢相信足球，但是你知道，对，但这中国的足球为什么这么糟糕？为什么一直没办法打进世界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喜欢足球。对，他如果不喜欢足球的话，足球就可能打到世界杯。是这样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喜欢足球，所以底下的官员就什么？都是阿谀奉承，他们马上成立什么足球协会，马上成立什么足球教练，去引进国际上的足球明星来，对不对？对。然后申请一大堆预算，一大堆这个经费，对不对？这跟他搞晶片一样的意思啊。他想要做中国的晶片，所以一大堆预算下去啊，各个公司都成立，结果到最后都是骗局。对。里面的什么这个机台来讲的话，全部都是假的。对。所以这是假的东西来讲的话，你觉得为了申请预算而去进行的这种训练，难道这个国家会强吗？这个足球会强吗？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那个足球或者是什么样的球类的运动，你要在从刻苦的环境之中才能够打出这个所谓的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嘛。对。所以如果你是习近平最喜欢的，底下就阿谀奉承嘛，那预算就申请下来了。对。所以这更不可能会达到什么？达到好的效果嘛。所以简单来讲的话，现在习近平很多人说跟道光皇帝差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底下官员欺上瞒下，而他自己又没办法去承认下招罪己的这个状况之下，只能把这个中国的经济整个拖下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